陛下，您快去看看纯容妃吧。陛下驾到！臣妾参见陛下，青海宫。纯容妃，你可知宫妃自伤乃重罪？臣妾并非自伤。罢了。简明，将纯容妃送回凤梧宫。是。不敢劳烦青海宫，臣妾告退。他怎么回事？陛下恕罪，纯容妃这些日子不思饮食，心事重重，现下又流了这么多血，像是太虚弱了。医官院的人呢？在路上，大概还要一阵子。赶紧把止血伞拿过来。是。陛下只让青海宫送我回来，既然差事已经办完了，青海宫请回吧。纯容妃身上有伤，要及时处理。陛下那边，臣才好回话。给我。如有冒犯，请纯容妃见谅。有劳了。以后不要再找解开百息之法了。我做何事，与青海宫有何干系？你只知表象，却不知内情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关于百息，最重要的不是其他，是血。唯有流伤方氏血统的人，才可以解开百息。公爷，公爷，方建明，看来留给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这名典在祝年已遗世已久，陛下短短几日就在兰州找到残本，运气当真是极好的。哪来什么运气啊？这也是穷尽了州府之力。纵然如此，也才找到区区半册。陛下别急，也许这半本就有陛下想要的信息。希望如此吧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仔细着身子，先去歇歇吧。那陛下呢？朕看完这些便睡。陛下，青海宫不行了。什么？陛下，你先歇着，朕回京城宫。
下这是怎么了？很少见陛下这么慌张。多久了？为什么现在才说？天威已经昏迷了几个时辰了，眼下李御医正在极力救治，说青海宫的情形很不好，怕是撑不过今夜啊。哎，陛下，天气冷，您把衣裳穿上啊。如何？臣参见陛下。如何？青海宫他意志力惊人，能坚持这么多日，实属不易。只是，青海宫体内的卫生花之毒，已从肌理渗入到骨髓，只怕就在这1、2日了。陛下当心龙体呀！朕不管，就算是逆天改命，朕也要留住他。臣实在是无能为力。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。府库不是还有一段应龙角可以续命吗？快去取来！万万不可啊，陛下！那可是陛下已被不时之需。快去！陛下，遵旨，遵旨。建明，当初夷王之乱是你不肯放手，如今你竟要自己先走吗？你叫朕如何自处？你叫朕如何孤身面对？师傅，咽下去了，都咽下去了。陛下，建明，这是为何？建明，如何？恭喜陛下，虽然一碗药没有喝尽，但脉象已渐趋平稳。那这是……哦，应龙角本是续命之奇物，青海宫短时间之内应该无碍。只是青海宫体内的卫生花毒素尚未去除，恐怕日后得寻到比应龙角更加稀罕的灵药，才能护住青海宫啊。纯容妃胃口还是不好，这粥是熬得稠了还是稀了？几样细点心也不适口吗？是我自己没有胃口。对了，劳烦你跑一趟藏书阁，将这上面写的书帮我找来。您是要看历朝以来记录勋贵世家的典籍？只要是和流觞方士有关的，这笺纸上若有遗漏，也请一并帮我找来。都退下吧。是。昨夜建明昏倒的事情，没其他人知道吧？陛下放心，此事极隐秘。派去各州府搜寻灵药医典的人，让他们不要停，若有必要，再加派人手。是，遵旨。奴婢定让他们加倍小心，不得外泄。大征14郡，9郡皆齐反齐，其中与流觞接壤者3，
即成围剿之势。晋王楚凤仪挟国，方之义假降。林泰27年7月初2，瘴热不下，帝修病没。我没记错，先帝果然崩于老青海公方之义之前。只是这书上并未写老青海公是否解开了百溪。若非解开百溪，先帝不可能会先于老青海公病逝。第48代青海公也晚于皇帝过世。纯容妃，给您准备了一些茶点，您午膳用的少，吃些茶点稍微歇息一下吧。自大征开国起，不算师傅在内，总共有52位青海公，而这52位青海公当中，加上老青海公方之义，总共有17位青海公过世晚于皇帝。臣知道，上一任老青海公比帝修多活了几年，臣亦知道，陛下视青海公为挚友。应该也想过放他自由。这样的事情确实偶有先例。陛下说的没错，百溪当真有解，只是所有的这些书里，竟然丝毫没有提及百溪的，更无从探知解除百溪的方法。难道真的除了他们本人，无人能解？可有起色？回禀陛下，臣已经施针，为青海公稳气去毒，封闭要害。如不出意外，3日之后或可苏醒。好，那这几日朕便不来昭明宫了，以免有些人察之所行，暴露了此事。好生照看青海公，他若有差池，朕唯你是问。遵旨。恭送陛下。纯容妃，天亮了，这么睡容易着凉了。玉然，再去帮我找一些关于此类记载的书籍。罢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宫外可是有人在哭泣，兴许是做错事受罚的宫女吧。奴婢进来时并没细看，纯容妃无需放在心上，这是宫里常有的事。去看看吧。奴婢求您了，回去吧。纯容妃，纯容妃，奴婢求求您，求求您救救奴婢的母亲和妹妹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了。你先起来。谢纯容妃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告诉我，我能帮的一定会帮你。奴婢本是晋成公的一名粗苦仆役，家住在西平港。近几日来，西平港一带处处闹饥荒。昨日，奴婢的母亲写信来说，奴婢的父亲和哥哥都已经饿死了。奴婢的妹妹也和母亲走散了，奴婢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只能求您了，您救救他们吧，奴婢求您了。饥荒，那要户部拨粮，各州府开仓赈济。我人在都中，如何能帮你的家人？外面都已经传开了，他们说夫人少时遇仙，曾遇到过龙尾神，是龙尾神的使者，而这次饥荒，就是因为西南
天海造地，才触怒了龙尾神，降下大旱，使得西南地区河漂遍地。现在宫里宫外都在传说，如果您能到西平港去，向龙尾神祈祷，就一定能够拯救灾民呢。奴婢求您了，救救我的家人吧！奴婢求您了，奴婢求您了。明知是无稽之谈，还上书不止。朕看是摆明了有人牵了头，将他们联合起来逼迫朕。有朝一日，朕终要将这群奸臣的舌头给拔了。陛下息怒啊！方海市他现在只不过是宫中的一介女眷，众口一词要他去赈灾，纯容妃做什么？他武是将出身，年纪又轻，让他来协调各州府，人还没到，灾还没震，就被扒了一层皮。启禀陛下，纯容妃求见。就你个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，快出去！陛下，我正是来协助陛下解决棘手政务的。臣参见陛下。平身。后宫不得干涉，你若无事，赶紧退下，以免惹人非议。西平港赈灾，臣当仁不让。你要去西平港赈灾？既然朝臣跟百姓都请愿了，还请陛下恩准，臣前往西南，协调各州府，赈济灾情。胡闹！你可知西南现在是龙潭虎穴？臣知道，西南如今灾民遍地，如若安抚不好，或许有人揭竿而起。一旦引起民乱，臣必首当其冲，成为所有人的靶子。到时候，我想不死都不成了。不止。是不止。西平港经营海上贸易多年，虽不比皖州的南淮，但那里世家豪商遍地。各州府虽都由朝廷设立，官员也都由都中派遣，但这些人常年与当地的士绅往来，未必与都中全然一条心。如今灾情严重至此，各州府大都有问题，或许就连他们每年上报上来的仓库中存粮的储量都有虚实问题。你明知情形复杂，还敢自荐？难不成你有把握？臣没有全然的把握，只有30%而已。30%？臣认为，世上的事，只要有30%的把握，便可一搏。况且，臣自信有机变。去到西平港实地考究以后，臣便能有50%把握。而朝中其他的官员，至多也就50%把握。他们，陛下未必全信，而臣，陛下可以全信。不可。朕不可让你涉险。臣知陛下爱护臣，但为臣之意，不过青山埋忠骨，马革裹尸还。只要能解百姓之苦，解大征之忧，臣愿涉险。这才是臣存在的价值。还请陛下不要让臣躲在都中，犹如笼中之鸟，日渐消磨斗志。还请陛下恩准，让臣前往西平港。穆德庆，奴婢在。将朕的巡天之印取来。遵旨。近日可曾去过昭明宫？回禀陛下，臣一向不爱走动，近日都在凤梧宫读书消遣。陛下，方海市领旨，携此巡天之印，你便是朕的身外之身，所到之处，诸州府县主官皆任由你调度。朕令你速速前往西平港，赈济灾情，不得有误。臣方海市遵旨。陛下，臣还有一步情之请。
小公子，你看我如今还有小公子的样子吗？纯容妃，公爷他没在。少子哥，我即日起便要前往西平港赈灾，有陛下手诏，还请你拨派人手协助我。臣立刻着手拨派人手。有劳了。不必告诉那个人，我来过。告辞。恭送纯容妃。这西南一带，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还是殿下您运筹帷幄呀，不动声色的就让那方海市走上了不归之路。他以御仙为由沽名钓誉，冒犯了龙尾神，本该就是死罪。如今西南是灾民遍地，倘若他被戳穿，死在了那里，就连造谣的方建明也难有个交代呀。哎呀，殿下，您这是一箭双雕啊！说到方建明，好像有2、3日没见到他了，早朝也没露脸。是啊，有几日没见着他了。施主事也说了，这几日啊，不见他在宫中走动啊。方建明离开都中了？各城门都有咱们的眼线，没有方建明离开的消息啊。如果说他没有秘密离开都中，又没有露面啊，或许是因为伤病，猫了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呀。我立即传话给施主事，叫他探明真相。倘若这方建明真的有伤病在身，不能露面，那方海市独身在外，孤立无援，那这场戏岂不是更好看了？是。胡珠夫人替朕巡狩，前往西南赈灾，一路不易。愿胡珠夫人此去顺遂，早日归朝。愿胡珠夫人此去顺遂，早日归朝。臣妾拜别。平身。你不是说3日之内便能醒来吗？这都第5日了，为何一点起色都没有？请陛下恕罪，臣已然尽力，时珍少爱，凡能想到的办法，全都一一用上了。但青海宫如此昏睡下去，臣也无计可施啊！陛下，淑容妃命人传话，说是在明典中有所发现，让你赶快去一趟。朕这就过去。若有闪失，朕唯你是问。
你先出去候着。是。婢子，你也出去吧。是。你说明殿中有所发现？刚刚婢子在给我倒茶的时候，不小心在这上面洒了一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注念古语，上面说的是：凡中毒者，无论何毒，若有龙尾神眷顾，皆可痊愈。龙尾神的眷顾，除了方海市之外，朕还从未听说过有谁真的见到过龙尾神。那从前中毒的人可曾出海寻找过龙尾神？是有人去过，但是从未听说有人带解药回来。臣妾小时候在祝你的王宫听到过一些故事，有些人出海去寻找龙尾神赐药，但龙尾神并未赐予。那时候大家都以为那是长生不老之药，但现在看来，有可能是解毒之药。那这上面是否还有其他线索？有没有提到解毒的具体方法？没有。这么说的话，朕觉得可能真的只是传说和机缘了。陛下，是这样的，在雷州数千年口口相传的传说里曾提及，龙尾神的发丝、血和鳞片均可以入药救人。既然名典上有这样的记载，那就说明这些传说不一定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此说来的话，鲛珠呢？鲛珠是不是也可以？鲛珠，鲛珠是龙尾神的眼泪，应该可以。鲛珠，对呀。谢谢你，提兰。陛下不要谢我，陛下不是说过吗？夫妻就是要一起分担的。关于卫生花，朕……陛下不必解释。提兰虽不知详情，但知道陛下是在担忧些什么。陛下快去救人吧。穆德信，快去把胡珠夫人陪嫁的鲛珠拿来。啊，是。陛下，医官愿意将鲛珠磨碎了入药。过来。见面，方海市已经去了西南。你若就此撒手，就真的是天人永隔了。他定会抱憾终身，到时候朕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他。因此，就算是为了顾念他，你也要赶紧醒过来，明白吗？这边，云逸，这又是怎么了？如何？陛下无需担心，应是鲛珠将体内的毒素逼出来了一些，青海宫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了。
这些教主能否将他体内的余毒清除？这个尚未可知，须得再仔细观察一些时日，才能断定。纯柔妃，还有1个时辰便可以到达西平港了。行行，行行。果然如他们所说，西南饥馑，到处都是灾民。城中情况如何？说来奇怪。灾民如此之多，却都是周边府县的人。西平港城内并没有多少减员，反而有人聚集。奴婢觉得事有蹊跷。有人聚集，或许是因为开仓赈济吗？可是几个月前，西平港的刺史刘昌平已上书，说西平港仓中粮食告急，已无余粮了。我之前来过西平港，当时还是陈赫然陈大人。是西平港的刺史，整个西平港风气蔚然。如今调来这位刘大人，倒不知是何许人也。你且帮我多留意他。奴婢遵旨。清理好了吗？大人放心，几处寺庙和关衙外的灾民都清理干净了。这2日，粥棚里的东西也都换好了。绝对让胡珠夫人一点都见不到。原本上书是为了求赈灾的粮食，没想到这越州的粮食没有到，胡珠夫人却先来了。她可是射杀老左蒲敦王的厉害角色，不好搪塞呀。嘿，大人啊，你我与都中这些人周旋多年，还不知道这点事儿？一介女流哪有什么赈灾的本事呀？据说这位胡珠夫人出身流商方氏，是青海宫门下的学生，后来才进献给陛下。真来西平港办事的人未必是他，只不过呢，他有这份功劳而已。就按先前说好的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好言好语的陪着，事后大笔珠宝华服奉送。他眼里看不见灾民，心里也不挂住此事。到时候等越州的粮食一到，咱们再恭恭敬敬的把他送回去就是了。但愿如此吧，百里先生。刘大人，胡珠夫人的春点队伍已经快到了。臣恭迎胡珠夫人。多谢刘大人，多谢诸位大人，有劳了。这是臣应尽职责。夫人舟车劳顿，请先到城内的馆驿歇息，稍后臣为您接风洗尘。如今灾情期间，一切还是能免则免。大人不如直接与本宫说说现下各州府的情况。本宫还想去粮仓还有粥棚看一看，看能为百姓们做些什么。啊，胡珠夫人，这越州的粮食没到啊，想要灾情平息，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再者，
夫人您长途跋涉而来，也需要稍作休整。也好。这位是？啊，草民是西平港商会的会长百里元。姓百里，可是皖州南怀的百里。正是，夫人好见识呀。只是如今百里氏衰微，已许多年不曾有人提及这个了。方氏与百里氏是世家，本宫自然知晓。说起来，你我两辈祖上还有渊源呢。是，先祖确实与刘长方氏有些联系啊，这也实是草民之幸。夫人，请。夫人，西平港地处偏僻，没什么好酒好菜奉给夫人，还望夫人恕罪。这一杯，刘某敬夫人，祝夫人青春永驻。祝夫人青春永驻。刘大人过谦了。西平港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本宫一路走过来，看到湖光山色，美不胜收，倒是比都中还要强些呢。夫人，您过奖了。胡珠夫人身份高贵，待陛下出使西南探视灾情，西南官民受宠若惊，不敢怠慢。酒宴粗陋，只是想表达刘大人与西南百姓的一番心意，还望夫人不要嫌弃。各位的盛情，本宫心领了。眼下本宫确有一不情之请。夫人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臣一定尽力。本宫听闻城里的歌舞戏极好，白日里无聊，本宫也不爱出去走动。若方便的话，可否将他们请到府里表演上几出，让本宫解闷？臣明日就去办。来，我等再敬胡珠夫人一杯，感谢夫人庇佑我西平港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臣先干为敬。这鲛珠啊，果然神效。再过几日啊，青海宫便可行走如常了。鲛珠只能去除已生成的毒血，无法除根，不过是虚应付一些日子而已。青海宫，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。奴婢参见青海宫。内官免礼。这是陛下让典膳局特意给您做的滋补膳食，青海宫要多用一些啊。那奴婢就给您放在这儿了。多谢内官。我昏睡多日，不知宫中什么情形。回青海宫的话，宫中一切如常，只是陛下不能经常来探望青海宫，以免泄露青海宫中毒的行迹，所以就让奴婢前来了。陛下，青海宫到了。陛下，朕不是要你好生休养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谢陛下关心，臣已经好多了。气色是好多了，但还是不能随意走动，快回去歇着。陛下，陈容妃何时去了西平港？是谁这么闲告诉你这个？我昏迷的时候，你在我耳边说的。凡事只要牵扯到他，你倒是毫不放松。他走了很久了，你追不上，也叫不回来。为何让他去？方海市的为臣之意，真是深得你的真传。他言之凿凿，听闻朝中有要他去赈灾的呼声，他便势必要做个表率。
看他对西南的情势确有把握，便准了他的请求。方海市不是笼中鸟，他只有展翅高飞，才能真正的快乐。陛下，臣请命去西平港，协助赈济灾情。建民，西平港什么情况，你我再清楚不过。我当然知道西平港现在是龙潭虎穴，但你现在的身体经不起舟车劳顿，正为了找救你的法子，说是呕心沥血也不为过了。你担心方海市，你又将自己置于何处？你这样辜负朕，你又何忍？我知道你放心不下，可你能护得了他一时，能护得了他一世吗？朕的意思是说，朕瞧这方海市是个有主见、有法子的人，他定能独当一面。建明，有些事你也该放下了。纯正妃慢些。眼下情况如何？我们仔细探查过，西平港内确实聚集了大批民众，馆驿周围的民众也不像是普通的老百姓。可有的时候，地方官员隐瞒实情，报喜不报忧也是有的。我本想看看粮仓与各处粥棚的情况，看看这西平港到底有什么蹊跷。眼下，他们是不会让我看到什么实情的。去将我的衣裳拿来。是。怎么样？我就说了吧，那胡珠夫人就是纸做的老虎。她一个深宫女眷，又出身门阀，刘大人还真以为她会在意那些衣衫褴褛的灾民？哼，怕是在她的眼里，你我也只是蝼蚁啊。胡珠夫人只想要看戏，连你让底下人改过的那些假卷宗都用不着，可以收起来了。那些粮仓和粥棚，刘大人且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就按我们先前说的法子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纯容妃当真要去？别叫纯容妃了，就叫夫人吧。是。记住了，西平港大旱，百姓疾苦，所以我要为了百姓在屋中祈雨。一日不下雨，我就要在屋中继续祈祷，不会出去的。时不常让这身影在窗口晃一晃，拖住他们，能拖多久拖多久，拖到我回来为止。是。那我去举巡天之印。哎，不用了，你们好好守着吧。夫人，放心吧，你忘了我的出身了吗？我不会有事的。这刘昌平一直遮遮掩掩的，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，我要去查清楚。夫人一定要多加小心呐。我走了。来好队啊！下一个，领完粥的赶紧走啊！别磨叽，走走走，先走，动作快点快点，别磨蹭，快！君夜，求求您再给一口吧，这
这几日周鹏吃的粥清亮的跟水一样，快点！再这样下去，会要饿得浑身虚浮，走不得路了。少废话！这几日让你们喝米粥，有的喝就不错了，你还想吃饱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给我一点吧。上头有令，不许你们在城里聚集，再不散开，嘿嘿，粥是没有，鞭子倒是有一大顿。赶紧走！大人，我们不喝这米粥也行，就前些日子富康还有那马嚼料，只要能填肚子也行。滚！少废话！混蛋，滚！都散了啊！狗子儿，狗子儿，你这整日把这些人赶来赶去的，我看你不像个队长，倒活像个猪官儿。要真是肥猪的话就好喽，今儿能吃顿好的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尝过肉味儿，吃杂饲汤吃到我这嘴里，整日发苦。哎呦！再是荒年，西平港的守军也自有军饷，不吃地方上的粮，不至于短缺至此。怎么听他们话里话外的意思，竟有人连守军的口粮也敢克口？赶紧起来！走了，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我站起来！走！不要赶我们出城！城里还有个周鹏，宋军真没活路了。也怪你们倒霉啊！大人，突然来了一位胡主府，心情好啊！你们要真成了饿死鬼，哥有头债有主，可千万别来找我，都去找他啊！走！姑娘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先去前面的山坳里待几日，等胡珠夫人走了，咱们再设法回城。哦，我看这情况，多半是回不去了。这前面山坳里住几日，要实在回不去西平港，咱们也得跟附近那些人一样，去越州。你怎么整日净讲这些丧气话？真跟他们一样去逃荒了，还能有活路吗？又不是我赶你出来的，你冲我撒什么气啊？小鱼，少说两句吧。阿花和他弟弟走散，这一出了城，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。阿花从林子里找的，垫垫肚子。我不饿，不吃了。别客气，给你就拿着吧。你这会儿不饿，明日也饿了，到时候还不知道能吃啥。这越州丰产，我看大家都逃走了，咱们为什么不逃啊？你也是周边府县的人吧？西平港大旱已久，粮食欠收，这周边早就没什么可吃的了，都想往越州去。可就凭一双脚，又有几个能走到越州？大多数都死在半路了。可是，这留在西平港又有什么出路啊？原来是有的，城里东西2个市场都设了粥棚，早晚施粥。虽然煮的不过是一些富康燕麦一类的马嚼料，但勉强能活人。给人吃马嚼料？咱们这些平头百姓不吃马嚼料，难道想吃白米不成？可是，这西平港的粮仓里面放的不是白米吗？粮仓里那些白花花的大米，早在几个月前还算太平的时候，就被刘长平带着底下的那些人偷出来卖给有船队的豪绅了。粮仓里早就只剩成堆的马嚼料了。是啊，我听说这几日连守军都吃不上白米了。可他这么做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所以啊，我们这不是被赶出来了？都说胡珠夫人是龙尾神的使者，可是她没带来粮食，反而带来了更坏的事。刘长平和商会的那些人，没哄他们卖白米换马嚼料的事情露馅儿，把所剩不多的大米搬出来布置了几个粮仓，又把粥棚里的杂碎汤换成了米汤。可是城里养不住那么多人啊，又要担心胡珠夫人看出问题，就把我们一批一批的往城外轰赶了。
刘大人，玉姑，本官来给夫人请安。有劳刘大人了。胡珠夫人说，西平港久旱，官员皆苦，她要在房中为西平港祝祷祈雨，就不见客了。啊，夫人想看戏，我已经把戏班子找好了，不如给夫人送来，让夫人在这儿看上几出。有劳刘大人，不过祝祷之事最需要专注静心。夫人说她已经发愿，在结束之前不会离开房间。歌舞戏之事没有什么要紧，以后再看也不迟。那晚些，我叫人送些素菜过来。夫人来到西平港闭门不出，下官招待不周，心中始终难安。刘大人，玉姑已经说了，祝祷不可分心，你却在此不停叙说，着实恼人。你的一片心意我是知道的，晚几日再领受，应该也不迟。是，夫人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下官竭力去办。多谢大人。下官告辞。大人，这胡珠夫人还真是能装神弄鬼，我看她根本无心赈灾，又怕陛下怪罪，才弄出这样的名堂。若是这样，反倒安心。大人觉得有什么不妥？你听他今日的声音，可与此前有所不同啊？有些像，但似乎又不太一样。大人，难道屋子里的是假的？真的早已离开馆驿，去探查城中的虚实了？派人夜探馆驿，查明真假。是。人走了。夫人，已无动静。岳州那边的消息有了吗？岳州运粮的船还没出发，还未出发。可是我们离宫时，陛下说岳州赈灾的粮食已经准备妥当了呀。商会说海上风浪大，不适合行船。可眼下根本就不是风浪大的季节，他们就是想故意拖延。夫人，这如何是好？不如向陛下求助吧。来不及了，你去拿笔来，我给岳州那边写信。你看清楚了。房间里确实是胡珠夫人，是看清楚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刘大人，夫人不出门倒是好事，只不过这赈灾的粮迟迟不到，她待得久了，我们的那点白米怕是会撑不住。百里先生，你认为该如何做？他既然说自己要为西平港祈雨，那我们不如就将计就计。夫人，这消息传出去，运粮的海船就会出发吗？要等。等什么？等雨。陛下，请准臣前往西平港协助赈灾。才刚好一些，你又要折腾。臣刚得知，西平港的赈灾粮迟迟未到，照此行事，无粮必乱。若暴乱起，还是纯容妃肯定不会镇压灾民。
但有心之人可能会利用暴乱威胁他的性命。请陛下准臣立刻出发西平岗。这次朕给方海市带足了人手，更何况他思维敏捷又懂得变通，对西南的状况比你我想象的更是了解。朕相信他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他都会有对策。你若还是担心，朕便再加派得力人手去他身边，但你必须留在都中，给朕好好养伤。这也许是生死危机，他的事，臣不想假手于他人。西南路遥，路途难行，你去了又能如何？朕知你担心方海市，可眼下更令人担心的是你的身子。臣知道陛下关心臣，但臣时日无多。如果没有办法看到他平安归来，即便是死，臣也无法安心。给朕起来！你这个倔骨头！朕知道，朕现在跟你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你的心意。多少军国大事，你都能不动声色，偏偏摊上他的事情，你就……行了，你去吧。朕已令人寻找更多鲛珠，现有的鲛珠已命御医磨成粉末。离开之前记得把它带上。臣遵旨。建冕，你给我记住，朕放你走了，你可得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公爷，青海公，去越州的人都点派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好了。催粮之事也要同步进行，跟随我的人手可备好。都已经备齐了。传令下去，避人耳目，各自出发。我走了之后，宫里面也要加强轮值，多安排人手，不可缺岗。入夜之后，宫里的宫门不可再开，你盯紧一点，不可有任何的差错。是，公爷。青海公，这是路上所用药物，下官已全部制成了丸药。还有，这是剩余的鲛珠粉，就只剩这么多了。你一定要按时按量的服用，早日返程，若不然……多谢，我会留心。青海公，早去早回啊！什么？方建明出城了？确实，方建明无疑。看去的方向，应该是西平岗。哼，他倒是聪明，看破了我的局。可惜啊，西南太远，想救方海市来不及了。多给点儿，谢谢。这米实在是太少了，别说吃饱了，就连垫垫肚子它也不够啊。有的吃就吃吧。我跟你说，那胡珠夫人虽然来了，但越州的米是一粒都没到。这粮食再不省着点吃，后面可就撑不下去了。快走走走走走！快走吧。这是什么呀？一粒米都没有，和清水一样，这么喝下去就饿死了。是啊，日日吃不饱。这胡珠夫人不就是来赈灾的吗？怎么会没有米呢？对呀，她来了，情况反而更糟了。这算怎么回事嘛？这是也没见她来周棚查看情况，她来做什么呀？吵吵什么？吵吵什么？胡珠夫人哪有时间管你们死活？每日忙着祈雨呢。祈雨？祈雨？这也没见着下雨啊。什么胡珠夫人幼年逢仙，都是假的。说不定就是因为她谎称玉仙。用不了2日，胡珠夫人在这西平岗就待不下去了。但愿如此吧。玉姑，这灾民
很久没有吃到粮食了，所以才把这邪火发到胡珠夫人身上。现在这街口的灾民，我们还能略挡一二，可是人越来越多的话，恐怕会对夫人不利。不如这样，让夫人暂时离开西平港，等粮食一到再回来也不迟。刘大人，夫人正在诵经，是不可移步的。这灾民狂暴难以控制，要是有个万一，臣怎么向陛下交代呀？是啊，雨姑，可不能拿命开玩笑。夫人已经发愿了，西平港不下雨，她是不会走的。西平港都几个月没下雨了，就算胡珠夫人见过龙尾神，也不一定能够祈雨成功啊。还是，这真灵了！下雨了！太棒了！下雨了！终于了！下雨了！有盼头了！太热了！下雨了！参见胡珠夫人。诸位免礼，实在对不住，一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里。这雨来的可算及时啊！谢胡珠夫人护佑西平港。刘大人，西平港的粮食还剩多少？最多10日左右。既然如此，明日开始便将粥熬稠了，用来赈济灾民吧。若是这样，顶多7、8日，越州的粮食还没有到。越州运送粮食的船已经出发了，3日之内便会到达西平港。诸位放心，若有任何问题，本宫一并担着。是。既然祈雨顺利，明日本宫就可以到处看看了。没有问题，胡珠夫人明日想去哪里，我等都会陪同。那明日便有劳诸位了。刘大人，既然粮食足够，赶出城的那些灾民也都放进来吧。臣这就叫人去办。哎呦！哎呀，这胡珠夫人呐，可真吓人呐！是啊，能呼风唤雨，而且明明关在屋里，还知道外面灾民的情况。是啊，如此看来，他真的是见到过龙尾神，有些神通啊。是呀，这不能得罪他，吓人啊！是，真吓人呐！德大人，看来咱们今夜要做些准备了。光野，派出侦查的前锋，可有带来具体的消息？在这儿。越州的运粮船出发了吗？是，今早有大征军突然登上海船，说奉胡珠夫人之令押送赈灾粮。我们的人尚未赶到，运粮船已经出发了。西平港情况如何？西平港昨日突下暴雨，灾民都说是胡珠夫人祈雨的功劳，暂时不会发生暴乱。好，立刻赶去西平港。是。
海船今晨已经出发了。你一直这么看着我，可是有事要问我？啊，是。奴婢想了一整夜，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几日的事，想向您请教。但问无妨。夫人会秘术，能降雨？当然不会。那为何您说下雨就真的下雨了？你可曾注意到，咱们第一日来这里的时候，院子里开了一种红色的花。这种花在当地肯定不多见，但是在我家乡却时常见到。这花叫风雨花，对水汽十分的敏感。若这花突然绽放，开得格外艳丽，就说明7日之内必定会降雨。我来的第一日便看到这花开得十分艳丽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可为何下了雨，越州商会就会放运粮的海船出海呢？南方形势复杂，但大多数人都是供奉龙尾神的。我因为幼时接触过龙尾神，而被陛下封为狐珠夫人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那些官商未必真的信我，所以若是降雨成功，他们便会升起敬畏之心。只要给的压力足够大，他们便会听命行事。足够的压力，就是陛下的大征军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不情之请，臣想在季风馆拨一些人手，还要调一些大征军秘密随行，兵分2路前往越州还有西平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准。这2路大征军到达了当地以后，都潜伏暗处，听我命令。我给越州发出的命令便是，一旦西平港有降雨的消息，他们便控制运粮出海的船只。您这是戳中了人心。如果对方并不信奉龙尾神，又是硬骨头，岂不是有风险？那便以巡天之印杀抗命之人，以儆效尤。原来您早就把巡天之印给了在越州的大征军手里。好在兵不血刃，船已经在路上了。夫人心思缜密，智谋过人，若非女子，实该出将入相。南方的势力本就盘根错节，一时半会儿我也摸不清楚。不说这些了，准备出发吧。在赈灾粮到达之前，要将西平港的蛀虫们好好清一清了。依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足够撑到越州的运粮船到达之日，让灾民们都吃到白米，还多亏了刘大人与百里先生。草民不敢鞠躬。来人，考虑到西平港支调不便，临行前，我特向陛下请命，除了在季风馆调人以外，陛下还派了一队大征的军队跟着我。今晨，这队大征军去了军营。克扣军粮，
以次充好，私开粮仓，买卖存粮，这桩桩件件，足够刘大人与百里先生及其他涉事官员掉100回脑袋了。若不是你们罔顾民生，西平港何以落入今日境地？臣无话可说。那你呢，百里先生？你可是皖州南怀百里氏的后裔，坐拥半个西南的豪商啊！夫人果然是聪慧过人，胆识过人，谋断过人。我百里园亦没什么可分辨的。那好，将他们拉下去，就地枭首。慢着，此事皆出自我一个人主意。枭首也好，凌迟也罢，与刘大人无关。刘昌平可是这西平港的刺史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你竟说与他无关？夫人可知道1斤白米可以换多少马嚼料？10斤，在我的手里可以设法换到14斤。西南大旱的消息，数月前我们已向朝廷报奏，可报信的折子却总也递不到陛下的案头。等越州的拨粮，却迟迟等不来。海上季季都刮着大风啊！贩卖茶叶丝绸去汉州的船日日走的，运粮食来西平港的船却日日走不得。刘大人无奈，只能开仓卖粮自救。这几个月来，我们几乎卖光了西平港所有的白米，再用金子全部换回来马嚼料。正因为如此，所有人才能勉强报复到今日。这是大罪。从夫人您进西平港的第1日，我就料想到会有今日。如果不是为了在您面前粉饰太平、驱赶灾民，刘大人从头到脚都可以称得上是个好官。您看看刘大人的脸色，他自年初以来殚精竭虑，但整日里能入口的也只有这些马嚼料。臣有罪。夫人，既代天巡狩，朝廷的法度不能乱。夫人，刘大人这样的官，夫人当真要杀吗？不必再说了，有罪就是有罪。别说这刘大人，夫人，刘大人是官的，这是非对错，本宫不会听信一面之词。刘昌平，若你问心无愧，你便好好活着，本宫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此事，本宫一定会查清楚。遵命。越州运粮船即日会到达西平港，湖州夫人下令开仓赈灾，所有背井离乡、无处可去的灾民亦可领取。周鹏会日夜施粥，人人有份。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粮食吃了！多亏了湖州夫人，这是我的救星啊！哎，你们看手里有锅！愿奉湖州夫人话，不奉神使。神使啊！湖州夫人，公爷，咱们不去见湖州夫人？湖州夫人已经把形势稳定好了，你我暗中保护她即可。是。